在万众瞩目下，特斯拉 CEO 马斯克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采访，涵盖多个美国舆论关心的话题。那么这场直播还变成了一场求职面试。马斯克自荐在未来的政府中成立一个所谓政府效率委员会，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亿万富豪马斯克与特朗普的这场电话专访，原本预计于美东时间12号晚间8点通过 X 平台直播，却遇到不小的麻烦。延时20多分钟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直播似乎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预计推迟到8点30分才能进行。然而，直到50分钟后，这场直播才正式开始。事实上，这次事故并非首次发生。去年5月，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 X 平台上直播总统竞选发布会，但期间遇到多次技术故障，被美国网友群嘲。当时与马斯克关系并不好的特朗普还抨击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正是为了修复两人的关系，马斯克为了此次直播已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前期还进行了多次预演，但尴尬的是，依然未能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拜登当选总统后，马斯克的态度却发生转变。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后，马斯克更是公开支持特朗普。虽然马斯克公开辟谣，表示传闻的每月向特朗普阵营捐款4500万美元是假新闻，但仍表示将建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来支持特朗普竞选。好在经过这段小插曲，访问终于如愿进行。马斯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特朗普上个月遭枪击事件。特朗普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称，他趴下后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被杀。I knew immediately that it was a bullet. I knew immediately that it was at the ear. And I also heard people shout, bullets, bullets. So I got up. I wanted to let them know I was okay. 紧接着，特朗普就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向副总统哈里斯发难。Kamala was the border czar. Now she's denying it. Everything that I do, she's saying she was strong on the border. We're going to be strong. Well, she doesn't have to say it. She could close it up right now. They could do things right now. It's horrible. 在2个多小时的对话中，特朗普还就美国通货膨胀、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议题发表意见。不过，让外界最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电动车品牌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在对话中罕见地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进行辩护。事实上，特朗普曾毫不掩饰对电动汽车的蔑视，声称电动汽车不起作用，将使其他国家受益，同时伤害美国汽车工人。上个月，特朗普在参加竞选时就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立即废除拜登的气候法案，增加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并撤销旨在加速向电动汽车过渡的法规。此外，马斯克还将这场直播变成求职现场，他自荐在未来的特朗普政府中发挥作用，帮助控制政府开支。I mean,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o just have a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that takes a look at these things and just ensures that the taxpayer money, the taxpayers' hard-earned money is spent in a good way. And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on such a commission. I'd love if it were formed. Well, you're the greatest cutter.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谈话正值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距离投票日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目前势头迅猛，民调显示已抹去了特朗普在此前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哈里斯民调表现优异，这也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原本看似稳操胜券的选情带来了冲击。此外，哈里斯自从接棒后展现出的强大吸金能力，也让共和党方面感到担忧。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阵营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媒体及金主为其站台。事实上，这次接受马斯克的专访是4年多来特朗普本人首次现身这一社交媒体平台。2021年美国国会山暴乱后，特朗普被推特平台封杀。虽然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做出解封的决定，但特朗普一直拒绝重返这一平台，而是选择在他自己创办的一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推。俄总统普京在13号的另一个重大议程是接待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这也是阿巴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访俄之行。在巴以俄乌2场冲突都呈现升温态势之际，双方各有核诉求。当前加沙和谈希望明灭不定，有了俄罗斯的调停和参与，局势能否缓和？来看报道。
央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合作发展和中东局势。普京表示，解决巴以问题需要彻底落实联合国的全部相关决议，包括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应俄方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抵达莫斯科，俄外交部副部长兼俄总统中东和非洲国家事务特别代表米哈伊尔·博格丹诺夫在飞机舷梯旁迎接。阿巴斯此前透露，此访中他将就推进和平进程、加强巴俄各领域双边关系等同普京交换意见，就有关重要问题协调立场。他表示，俄方在全球政治以及中东地区等具有重要影响力，巴方高度评价俄方在国际斡旋努力和联合国安理会中发挥的作用，支持基于国际法谋求和平的立场，以及俄方为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对话、协调巴勒斯坦各派立场所做出的贡献。访俄期间，除了与普京会面外，阿巴斯还计划向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献花，并与驻俄罗斯的阿拉伯国家大使举行会晤。那么现阶段的话，俄罗斯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主要还是聚焦在一个政治方面。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在联合国平台，对于希望通过一些有利于巴勒斯坦方面的相关决议，以及帮助巴勒斯坦获得更多的国际能见度和话语权，俄罗斯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俄罗斯非常的关注，也积极的介入了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个和解进程。那么在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方面，俄罗斯同样也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巴斯与普京的关系颇为密切，这也是他第21次访俄之行。阿巴斯在担任巴解组织领导人之后，频繁对俄罗斯展开访问。刚刚接触，普京就把会面地点选择在旅游胜地索契的总统官邸。据了解，普京在这里只接待为数不多的外国领导人，体现了普京对阿巴斯的尊重，这也是双边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此后，普京一直与阿巴斯通过会面以及电话的方式就巴以问题展开会谈。然而，阿巴斯在2021年后就没有再访问俄罗斯。原本预计在去年11月实现访俄，但因为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访问被迫推后。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的领导人。相比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法塔赫一直以来希望以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巴以问题，但随着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巴勒斯坦内部不同派别也在克服分歧。今年1月，哈马斯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这是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以来的第2次。到了2月，巴勒斯坦各派别就在俄罗斯的邀请下，在俄罗斯举行会谈。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哈马斯政治局官员都参加了会议。7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见证下，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这次阿巴斯访俄也是巴勒斯坦各派大和解之后首次。今年的早期，巴勒斯坦内部的主要派别也是曾经共同的前往莫斯科来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和谈。那么这样的一个和谈，实际上也为后续的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最终达成北京宣言，也是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巴勒斯坦方面的这样的考量来讲，毫无疑问是由于当前我们看到西方对于整个中东局势的它的一个调解和斡旋基本上是失效的，希望俄罗斯能够介入到地区事务中来使得整个中东的局势保持一个相对可控的状态。阿巴斯此访莫斯科，实际上也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利用最后窗口期寻求和平的重要机会。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外交的减压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本来这场俄乌军冲突呢，让大家看到了俄罗斯在这个全球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呢，在中东地区呢，俄罗斯呢能够体现出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这种一些重要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想在整体来看呢，俄罗斯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有效性，以及在中东地区同大国博弈的这种有效性来看呢，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加强。